曾怀疑感伤，还是遇见真的心，用爱一起分享。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可能是我这几天跑得太急了吧。还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喂，黑正光。哦，没关系啊，你慢慢来，我等你。嗯，好好，拜拜。喂，我是，你哪里？小龙，小龙，太意外了，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对呀，怎么这么巧？我才刚走出火车站呢。是，我现在在花莲慈济中学。对呀，师长他有事情耽搁了，晚一点来接我。小龙，你打电话来，一定是有事要找我。你记不记得老师跟你说过，以后如果遇到困难都可以来找老师？记得。老师说过的话，可不会因为你毕业就失效哦。小龙，小龙，你说话啊。老师说过，如果你有困难的话，一定要跟老师说。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你。我什么？提10万？为什么？刚刚我以前的学生小龙打电话给我。小龙？小龙啊，你记得吗？对，就是跟燕伟还有小健同班的那个。他爸爸又欠下一笔钱。这几年，小龙靠着打工已经帮爸爸还了不少钱。每次家里有急用，也都是他出面跟亲戚借，然后再打工慢慢还。这一次没有人愿意再帮忙了，他是不得已才找上我的。而且他爸又失踪，债主也找上门来了。再不还钱的话，他的妈妈、弟弟、妹妹就要没有地方住了。老婆，10万块不是小数目哎。我知道。可是基于我对他的承诺，还有我对他的信任，他一定是把我以前跟他说的话都记起来了，真的把我当成生命中那个可以信任的大人。喂，小龙，没问题了，你半小时后到火车站来拿，老师在车站等你。
老师会选你当服务股长，就是要培养你认真做事的习惯跟能力。你一定可以变成一个更好、更帅的李宗龙。我要颁发给一个把每一餐饭都吃光光的人。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李宗龙得到我们的最佳媳妇奖。你妈妈真的很辛苦，你要继续帮妈妈的忙，好好孝顺妈妈，知道吗？知道。还有，现在和以后，如果你遇到任何的困难，一定要找老师帮忙。记得，我永远是你的老师。老师。 老师，变帅喽，还有变黑了。有吗？可能是要边上课边打工的关系吧，所以睡得比较少，就变成这样子啦。快把钱收下，不要让妈妈担心了。老师，这些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现在先不要说这些，解决问题比较重要。你一定要加油，你很棒，你替家里做的是很多同年纪小孩子做不到的。老师很骄傲，有你这样的学生。老师，谢谢你。 老公，没想到我不在家，家里却越变越干净了。这还不都是你爸妈的功劳？老公，谢谢你哦，刚刚这么赶的去领了10万块给我。谢什么啊？看到小龙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是你，一定也会这么做。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诚恳、很努力的孩子，而且比一般小孩早熟多了。是啊。 你知道吗？今天这件事让我更感恩了。要不是我自己改变了，我怎么可能跟小龙这样的学生结下这么深的缘分？如果我还是以前那个以成绩至上的严师，学生怕我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跟我讲真心话？我懂你的心情，相形之下，阿凯、阿伟的确幸福多了。所以啊，我才一直不希望他们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当然啦。 这要感谢我们两边长辈的体谅跟配合，才没有把他们给宠坏。哎，说到这个，最该感谢的人应该是你爸哎，他不但把你教得好，现在还超级有耐心的引导阿伟呢。真的、啊？爸，阿伟没有惹你生气吧？无，因为较囡仔性啦，虽然伊的个性较散个。 不过，伊的心肝真好呢。有唔对的所在我拢会好好甲伊讲啦。你也知影，你甲正光拢这尔无用啦。我甲伊斗阵的时间上济啦，所以我袂用对伊歹。我若是对伊伤过歹伊就会感觉。 这厝内底无温暖啦，伊
就会无介意转来。即嘛吼，真侪囡仔拢是因为安尼哦，才变歹去的。爸，其实我们家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你才对。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最懂得因材施教啊！你知道阿凯很独立，你就充分信任他；知道阿伟比较懒散胆怯，你就很有耐心地引导他。以前我跟弟弟妹妹小的时候，你也是这样依照我们不同的个性来教我们的啊。你可会记得哦？当然记得。你知道我爱看书，就买很多书给我看。知道大妹个性迷糊，喜欢运动，就要她练习保管东西，还有参加篮球队。知道小妹有音乐细胞，就买风琴给她弹。还有，知道弟弟胆小，就开家庭同乐会，训练他上台表演。最后这字无写好，一定是我跟你讲话让你分心，我来帮你磨磨。我甲你讲啊，对囡仔吼，袂用伤过诚意，嘛袂用对因哦伤过歹。即嘛吼，真侪爸母啦，啊，毋是伤过诚囡仔吼，就是对因哦伤过疏忽。这两种哦，拢是毋对。你讲，爸爸讲的有道理无？我现在就是用爸的方法来教育家长跟学生啊。你连家长嘛甲因教育哦？当然啦。那安尼哦，你比我较熬啦。哎，有效无？当然哦。我不会在会议上公开提你或袒护你，以免持反对意见的人心里更加反弹。我会特地说一些话给其他的老师听，我想他们听得懂，其他的你尽量做就是了。卫生保健组这边在推行新计划的时候，确实忽略了要先跟各位导师沟通，这一点我们以后一定会改进。不过，培养青少年志工，本来就是我们慈中在推行人文教育当中很重要的理念跟目标。既然是志工，就是志愿服务。我想学生会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学会对时间的分配，还有对自己负责。至于会不会影响课业跟分数，我觉得啦，他们会在实际的体验当中自己去做调整。基本上我支持学生担任环保志工，不过我不会推派，我会鼓励学生自由参加，我不想让学生感觉是被强迫自派。我也乐见其成，我认为这不至于会影响课业。在我的经验里，沉迷网络跟谈恋爱对成绩杀伤力才大哦。我觉得我们老师太常打电话来了，这样很像在告状。对啊。说不定是家长要求老师这么做的呀。可是那就不要让我们知道啊！每次我会听到我妈说“你好好，老师哥看等回来啊”，就很不舒服。好，你们的意见我都记下来了。今天谢谢你们过来哦。谢谢主任愿意听我们倒垃圾。谢谢。啊，提到倒垃圾，我想到了，你们有没有报名范珍芬老师的草根菩提队，还有卫生纠察队？会是很棒的经验哦。周末电影院会造成很多小情侣，真的哦。那我可要请江宇轩老师注意一下。主任，你说我们现在不适合谈恋爱，没有判断能力，不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人。那主任，你是怎么选择对象的呢？这个嘛，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告诉了我一个 pebble， 让我在爱情海里面从来没有晕过船。什么 pebble 啊？简单来说，就是在大家烤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选那种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歌，然后会有很多女生围在旁边看的那种帅哥。那要选哪一种呢？你要选那种很认真的在火旁边替大家烤肉、为大家服务的那种。我家师兄就是属于第二种，
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他顾家，任劳任怨，又没有大男人主义，最值得信任。主任，那你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呢？说来听听嘛。今天真心话时间已经到了，欲知详情下回分解。主任，再多讲一些嘛。哎，别忘了，你们现在还属于心智未成熟的阶段，不成熟的感情大多留下的是伤心跟遗憾，何必呢？不过我们可以把握机会，渐渐把自己准备好，例如从做志工当中去学习跟磨练啊。像范正芬老师的草根菩提队，还有卫生纠察队，就是培养服务精神还有爱地球的优质新人类最好的机会。参加志工服务的那些男生，大部分都是第二种，就像师长对吧？这不是重点，我说的是要先自我提升 ，OK？ 你们会觉得草根菩提队听起来很老 Coco 或是很怂哦？对啊，卫生纠察队也听起来很可怕哎。老师，民生会影响报名意愿呢，要不要有创意一点啊？好吧，那等一下到资源回收场，等我们说明完毕，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校园环保志工有没有更响亮或是更具有青春活力的名字，好不好？好，各位志工同学们，我们一起去巡校园吧。走。亏正芬啊，还担心了老半天。参与环保志工的同学挺踊跃的嘛。是啊，我早就说过，根本不用这么担心，因为反对的声音是显性的，支持的力量却是隐性的。是啊，主任也默默的给正芬很多帮助呢。我想，再过不久，我们就会有一个美丽新教室。和一个美丽新校园了。下次正式工作的时候，我会发识别证给你们带上，就像这样子。这是范本。范正芬真的带着志工同学们一点一滴把校园改变了，从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到习服运动，从遵守规定到成为习惯的一部分。此中的学生也终于成了真正的地球的孩子。随手关电灯，学测考满分。哇，主任，你也太会想了吧？这也太夸张了吧，主任！读书本来就是7分靠实力，3分靠运气，所以运气很重要。那运气又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习服而来的喽。正芬，加油！谢谢主任。这张给我，我要回去做美工。那你做漂亮点哦。我也来帮你一起做。好。学务处卫生保健组报告。学务处卫生保健组报告。明天是全校水源生命体验活动日，全校停水1天，打扫工作照常进行，不受活动影响。卫生保健组在这边提醒大家，储水备用，让我们一起亲身体验缺水的不便及水资源的宝贵。报告完毕。哇，不错哦，大家都很配合。主任，帮我拿一下。哎，好，来照张相给他们留念。来，下一个。正芬，多拍几张照，我们送去参加比赛。什么比赛啊？花样校园啊。花样校园。哦，好，来，笑。很好。这次我们学校可以得到花样校园的荣誉，最该感谢的是卫生保健组组长范正芬老师，我们大家欢迎他。谢谢。其实要感谢的是在座每一位可爱的同学，还有全力支持跟配合的每一位老师，以及担任环保志工的同学们。最要感谢的是学务处曾主任。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这么美丽的校园。
谢谢大家，谢谢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总督府更积极展开各项军事动员，其中征召排挤日本兵参战的影响最为深远。由于战事的发展对日本日越不利，而日本内地兵源已见枯竭，总督府乃于昭和17年，也就是1942的。王明，你的脚怎样了？怎样？你的脚挡到了走道，你不觉得你用这样的姿势上课很没有礼貌吗？这我有什么办法啊？是我妈把我的腿伸这么长的，桌子底下不够放，我只好把它伸出来了。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王明啊，王明，你又想当英雄啊？要不干脆当烈士算了，怎么样？啊？叫你跟老师道个歉，有这么难吗？我不想。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这是该不该的问题。你上次网络事件闹得还不够大吗？这跟上次有什么关系啊？我看你是故意挑衅，满足个人英雄主义。你少给我扣帽子！你这什么态度？要不然呢？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没看到当时他那是什么态度？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才会把他送到学务处，交给胡教官啊。要我说几次啊？是我妈把我的腿伸这么长的，我能说哪里去啊？难道要我妈去跟老师道歉吗？你别大声啊！你非要被记过才甘心是不是？你记啊，你记啊，我才不在乎嘞！哎，曾主任，主任，你为什么踢我啊？我妈说腿是生来踹人的。如果你觉得我妈没道理，那是我妈的错，不是我的错。就像你说的，你妈把你腿伸得那么长，也不是你的错。如果你觉得你没错，那我也没有错。强辩不是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是是非问题，跟你今天心情无关，也跟面子无关。现在跟胡教官去向詹老师道歉，道完歉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其他的问题。哎呦喂呀，痛死我！这个王明到底怎么回事？像吃了炸药似的。事情绝对不像表面这么简单，否则他为什么要故意制造问题，跟自己过不去？道歉就道歉，我又不是没有道歉过。可是这样你们还不通知家长，还真能撑。王明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好像就只怕曾主任。等一下得跟曾主任好好讨论一下，看到底该怎么样治他。等一下跟曾老师道歉要诚恳一点，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知不知道？上次的网络事件之后，王明虽然看起来一切正常，可是我们都知道，辅导学生不能只解决单一事件。就王明的资料看来，他当 leader 好像已经当习惯了，带头骑车，带头染发，还有带头抽烟，以及带头翻墙出去，可以说没有多久就会出现一次问题。是啊，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有室友抱怨说他半夜讲手机把人家给吵醒了，而且还屡劝不听，所以社爸把他的手机给收走了。暂时保管了。哦，所以今天的事件，可能是社爸把他手机收去保管之后的情绪反弹哦。偏偏啊，他够聪明，功课不错，人缘也不差。每次出 trouble 之后呢，也表现得非常诚心认错。唉，只是过没多久啊，又会再犯，而且还犯不同的错。难道他是在测试我们的底线？可是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单纯的耍酷，我看也不像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了解一下他校外交友的状况？
王明的父母多久没有来看他了？他们不是在新加坡开公司吗？我怎么去把手机向色爸要回来啊？他说暂时保管就暂时保管，我能怎么办？那你们要赶快汇钱给我买手机啊，不然在新加坡买一只寄过来。哎，没有手机不方便联络嘛。你们不是不放心吗？那还不快买？不然就把我转学到新加坡啊，干嘛把我留在台湾？还有，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原来那台太逊了。我知道是脚踏车，又不是机车，又不要多少钱。君伟啊，肚子饿不饿啊？有一点。阿公哦，带你去夜市买一点吃的。孙爽哦，帮阿嬷买芭乐，好不好？好，我要吃薯条，还有莲雾哦。好了，好了。走。奇怪，阿伟跟爸又逛到哪里去了？喂，阿伟啊，你跟阿公又逛到哪里去了？我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没有人接。我跟阿公去夜市啊，买了宵夜，还买了芭乐给阿嬷吃哦。啊，那吃了宵夜就早点睡，也让阿公早点休息哈。好。对啊，爸爸后天就回来啦。妈妈，哥哥回来了，你要不要跟哥哥讲话？王明的家境不错，可是父母这几年都忙着经营海外分公司，不在孩子的身边。王明虽然是个大男孩了，可是他还是需要家人的关心，就像阿凯、阿伟一样。王明，请说。当你觉得虚弱、渺小，当你的泪水涌上眼睛，我会为你擦干。我不是因为你教过我英文近似语，就愿意把头发染回来，也不是因为现在你是主任，就表示你有道理，更不是因为你难过，就证明我有错。当时只想到我自己，却没有想到团体，造成主任这么大的困扰。很抱歉，是我妈把我的腿伸这么长的，我能说到哪里去啊？难道要我妈去跟老师道歉吗？博文，麻烦你跟胡教官来一下，我在分组教室外面的男厕所。谁在里面抽烟啊？开门！出来！快点出来！开门！开门！谁在里面？烟是我的。进口香烟，手机拿出来。最新款手机，现在的新脚踏车。很多父母都会因为忙于事业而以满足物质需求来表现对孩子的爱，似乎对没时间陪伴孩子心怀愧疚，甚至变成有些怕孩子。凡此种种，都会造成孩子有恃无恐的心态。王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知道你跟王明爸爸都很忙，可是这么晚了，我还打电话到新加坡找你们，这代表了什么？代表学校对王明的关心绝对不会比父母少。如果你们也关心王明的话，请你们回台湾一趟，飞5个小时回来，这和你们汇给他美金5000、台币5万的意义绝对不一样。好，麻烦请你将电话交给王明爸爸。
提种子志工队由常抽烟的学生。什么？王平爸爸，你认为社霸是犯了侵占罪？难道你希望孩子每天拿着手机讲电话不睡觉，影响身体健康也耽误课业吗？看来我们只有当面沟通才能辅导王明了。打得怎么样了？快好了，我正在做最后的校对。胡教官呢？我想请他担任菩提种子志工队的领队。我们坚持利用课余做有意义的事。我们了解生命的价值来自无所求的付出。我们已经找到人生的方向，真诚邀你与我们共同创造新青年新世纪。很好，菩提种子志工队的医院访问跟服务，由我跟胡教官来带领；环保与社区服务，则由卫生组的范组长来做安排。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自己身体的良能，在每一次的参与当中，慢慢体会生命真正的价值。西欧跟北欧所有的恶性的肿瘤，30%都是由吸烟所引起的。像这边讲到的咽部跟肺部的恶性肿瘤，就是跟吸烟最相关。如果吸烟的话，你得口腔癌的那个危险性可能会增高4.4倍，得喉癌的话是5.4倍，食道癌的话是3.4倍。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口腔癌的一个案例啊。也可以看到这边都是一个 cancer 造成的一个 lysis。然后，如果你有抽烟的话，就是会变成左边这样的一个肺的样子。抽烟者的肺可以看到整个都黑掉，然后上面有很多沉积。今天的医院拜访总共有3站，我们第一站是胸腔外科，我们将拜访医护人员，还有一位是接受器官捐赠的病患和家属。第二站是一位因飙车意外而成为植物人的少年，年纪跟你们都差不多。到那边的时候，医务人员会示范如何帮卧床病人按摩。第3站是肺癌第3期的病患和他的家属。希望大家都在拜访的过程中能够轻声细语，好让拜访的对象受到尊重和善意。我觉得你是最好的人选。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我不抽烟，所以我在纠正学生抽烟的时候，我可以理直气壮。我想，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如果吸烟的话，你得口腔癌的那个危险性可能会增高4.4倍，得喉癌的话是5.4倍，食道癌的话是3.4倍。
口罩、手套你们自己保管，打扫用具到了感恩户家里，师姑师伯会发给你们。今天我们要去打扫独居老人的家，哇，老人家看到你们一定会很开心啊。所以啊，请你们在出队的过程里面要保持愉快的好心情哦，知道吗？笑一个嘛，很好。打扫静思堂，不只是要让静思堂的地板亮起来，更重要的是，也要让你们的心一起被擦亮，把你们带进明亮的阳光里。打扫静思堂的时候，看到庄严的建筑物，让我不寒而栗，噼噼唰。这什么感想？真是的。还好师姑人很好，让我们吃点心，又说故事给我们听，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得到净化。感恩。这还差不多哦，虽然有点敷衍。主任说，菩提种子志工队是要以辅导取代惩罚，可是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惩罚，让我们看见了吸烟者的器官是那么惨不忍睹。我想我看到的也许就是现在或以后我的器官。打扫感恩户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有人会过这样的生活？他的人生到底怎么了？打扫静思堂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师姑看起来那么快乐？认识器官捐赠和病房参观，也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我不禁想，我到底要什么样的人生？教官，你是不是也怕了？革命军人有什么好怕的？真的，连死都不怕？我想人最怕的，应该是承认错误和面对自己吧。关于这一点，我还在努力中，希望你也是。我会记住在医院里和胡教官的对话。看看谁能先战胜自己。振芬啊，主任，麻烦你上网找一下这篇新闻，然后列印出来，把它发给菩提种子志工队的队员。小学就抽烟尝禁果，17岁就不举。主任这才重要呢，而且一定要给大家看，配合下次出队上戒烟课程的时候，效果一定加倍。是。主任，王明的父母来了。两位这边请。两位好。这位就是我们曾主任。曾主任好。主任，我求求你啊，我求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让王明退学，好不好？我求求你啊！
王太太，有话好好说，我们坐下来讲。我求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然我就不坐下了。王明爸爸，能不能请你？你就坐下来好好说嘛！你在干嘛呢？不行啊，我一定要恳请主任，他一定要答应我，不要让我们王明退学才可以。主任，我求求你，如果我先生言语上面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请你一定要原谅，不要因为这样子怪罪我们王明，好不好？王明妈妈，你想到哪里去了？如果王明必须要被退学，不是你求我就可以不退的。现在王明的行为根本还没有到退学的程度，更何况这跟你先生有什么关系？谢谢胡教官把王明的状况还有学务处辅导方式说明得这么清楚。经过几次出队之后，王明的状况确实有改善，这些都可以在他写的心得记录里面可以看得到。当然，王明是个很聪明、很有领导能力的孩子，也就是因为他聪明，所以他很懂得利用父母亲的弱点，尤其是父母亲对他的愧疚。我们当老师的常常说，以前的小孩怕父母，现在的父母怕小孩。怕小孩？是啊，我想这是一种内疚的补偿心态吧。因为没有时间陪孩子，所以就尽量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久而久之，孩子也就变成予取予求，甚至会用种种偏差的行为来测试父母对他的爱有多少，可以容忍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内疚也很可能使大人分不清楚是非善恶。就拿手机事件来说好了，你们送王明来念私中，就是希望他能够过着规律的生活，期望他生活正常，功课进步。所以暂时保管手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才对。你们距离孩子远，所以我们在做的是任何父母都会做的事。所以我想，只要是父母，谁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半夜1、2点还拿着手机拼命聊天吧。这个就王明的遗嘱。这边走到底就是资源回收厂。菩提种子志工队今天会在那里出队。哦，等一下我再带你们去见王明。好，谢谢。孩子好快就长大了，不是吗？是啊。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有的时候会用一些脱序的行为，例如抽烟或是飙车，来证明自己长大了，不再需要父母关心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内心却渴望父母的爱，虽然也许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王明小时候好贴心，好可爱。所以我说啊，青少年本身就是个矛盾的综合体，那种复杂的心理跟情绪，其实也会让他们自己很不好受。累积久了，没有适当的引导，结果就变成大人眼中的叛逆。你看，王明在那边。讲到啦。是谁说要看看跟胡教官谁先战胜自己的啊？你在向我挑战？是你先下战帖的吧？下个礼拜戒烟课程就要开始了，你还要考虑吗 ？Make a deal， 输的人劳动服务10小时。怎么这么久都没人接电话？阿波噶，阿波噶，你烫到不？我们真正的身份，应该说是慈济人，对不对？上人不是说吗？学生的学龄有限，不能等，绝对不能等。什么？
5500元，是我爸给我的生活费，还来不及存起来，就先带到分组教室去上课了。等一下，不准碰！这上面可能有指纹，先保留证据比较好。主任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查出个结果。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提供线索，不要包庇，以免犯了错的人一错再错。我可能看到偷钱的人了。你说什么？你看到？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